最近我们这边特别热，室温基本上每天都是在27、8度。然后我就突然想到，那这个温度不是做天然酵母最好的温度了吗？酸面包可以做起来啦！而且我们做好的这个天然酵母不只是可以做面包，还可以做馒头、花卷这类所有的中式发面，这可都是老味道啊！现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很难买到这种纯粹的味道了，想吃只能自己动手了。先做酸面种，也就是鲁邦种。我用的这个方法是在一本国外的面包书上看到的，每天只用1小勺的面粉和水来养，不需要气种。我觉得挺简单的，一次成功。面粉我用的是全麦粉，一般做鲁邦种都会用黑麦粉做。我之所以用全麦粉，是因为我知道大部分家里不会买黑麦粉，但是全麦粉可能都会有，比较常见，所以我就用全麦粉做了。其实用什么粉都行，黑麦、全麦、未漂白过的高筋粉都可以。不同面粉做出来是不同的风味，感兴趣的话都可以试试看。做法很简单，每天加1小勺全麦粉和2小勺水拌匀了，重复这个步骤7天就差不多了。只要它不长毛，你看到面糊有很多泡泡了，那就是成了。细节上要注意，玻璃罐子要提前用开水烫过消毒，和面粉混合的水要用凉白开或者直接买矿泉水，比较省事儿。你可以像我这样用一个小小的甜品勺，每天罐子里加1小勺面粉和2小勺水拌匀。我特意帮你们称了一下，1小勺粉基本上是3克，那水呢要2小勺才能是3克，面粉和水的比例要用1比1。所以没有小勺的也可以每天加3克全麦粉和3克水拌匀。就这样每天花个不到1块钱，1分钟的时间，7天后你就拥有鲁邦种的酵头了。第1天、第2天是不会有太大变化的，第3天就很明显，可以看到面糊里有不少泡泡了。味道是不太好闻，你不用管那个味道臭什么的，只要没长毛就继续，长毛了就扔了重新来。长毛应该是瓶子不干净，换个容器就好了。说真的，就我每天用这个小勺，我可没有每天用开水烫过，啥事儿没有。这个就是第5天的样子，跟前2天的差不多。继续加3克全麦粉和3克水拌匀。这是第6天的样子，其实这样子基本上就可以试试看做酵种了。书上写的就是喂养5天，结果我给忘了，我喂了7天，因为多喂了2天嘛。到第8天，我看它这个泡泡没有之前多了，我还想呢不会失败了吧，然后我就硬着头皮我说那就试试看吧。那现在就来用这个酵头做一个酵种，15克的酵头加150克的水和150克的面粉。这回这个面粉我用的是白面粉，没有用全麦粉，你也可以用全麦粉，给它们搅拌均匀。等第2天这个发起来了，那就100%是成功了。然后就给它盖好，还是放在26到28度的环境里给它发酵24小时。书上说是24小时，但其实不到24小时就发好了。罐子里剩下的这个酵头就给它再加1小勺全麦粉拌匀，不用加水了。拌匀以后给它盖上盖子，这回可以拧紧了，然后放到冰箱里冷藏，1周喂1次。等喂的时候我再拍视频给大家分享。第9天我起来以后一看，哇，它3倍大了，我还以为失败了，但没想到成功了。你看它表面很多的泡泡，这个发得很好，对吧？你可以做一个浮力测试玩一下，取1小勺面团放在水里，如果它能浮起来，就100%是成功了。看，它是浮在水上的，说明它里面充满了酵母嘛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面包啦。我先做了一个白面包，水、高筋面粉、盐、酸面种放在一起。水的量我给你们往下调了一下，我放的是200克，80%的含水量，水量有点大了，我给你们往下调了一下，调到了70%的含水量。这个剩下的酵种暂时不用，可以先给它放到冰箱里冷藏。其实可以减少比例，少做点酵种。我是因为照着书做的，做完以后我才发现有点多了。先用刮刀把材料都搅拌均匀，然后盖上松弛10分钟。10分钟以后给它进行折叠，手上蘸点水去折叠面团，这样这个面团就不会粘手。折叠的时候可以给它拉得高一点，这样有助于它的面筋形成。把最外圈的面全部都折叠到中间。第1次折叠完以后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面团有变化了，它就比刚才光滑了一些。折叠到这个面你拉不长了，基本上就可以停手了。可以翻过来看一下，然后再盖上松弛10分钟，10分钟以后再折叠。就这样重复这个步骤，直到面团出模。
差不多是要重复5、6次吧，大概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。最后怎么看这个面团有没有好呢？就是看它有没有出膜，能拉出膜来，差不多8到9分筋吧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做欧包不能让它是10分筋的膜，那样的话就揉过了。然后发酵1个小时，1个小时以后看一下面团的状态，可以看到1个小时以后我这个面团它已经变大了，但是它有点横着长，不是向上长的，这样就说明它筋度不是很强。那我就要再给它进行折叠，让它筋度变强。这个时候折叠的动作就跟刚才不一样了，双手提起面团中间，让它下垂下来的面折到下边去，就重复这样，直到它又变成一个挺立的面团。这样做就是为了刺激面筋，让面筋变强，因为它只有一个强韧的面筋，最后烤的时候它才能长高。这个步骤差不多也是要重复个2、3次吧，具体还是要看面团的状态，你可以半小时到1小时左右的时间看一下。我差不多是45分钟折叠了1次，然后折叠了3次，这个现在是第3次折叠。第3次折叠完要先发酵嘛，发个45分钟，然后看一下面团的状态。这个时候你再看这个面团，它不是横着长了，它高度变高了，这就说明它面筋已经变强了，这样就不用再折叠了。如果你的面团还是横着长，趴趴着的感觉，那就还要再继续折叠。这个时候就再继续发一会儿，发到2倍大左右。这个2倍不是你1个小时之前面团状态的2倍，是一开始刚混合完以后的2倍。不知道这样说能明白吗？如果不明白的话再问我吧，我在留言里给你解释。或者你晃动一下这个盆，你看它咚咚的感觉，按一下也不会塌陷，这个感觉就好像我肚子上的肉一样。这个时候就给它再撒点粉，然后给它倒出来，给它再次整成圆形就可以了。这个整形就是折叠，不要排气，就再次给它折叠成圆形就可以了。其实应该是要尽量去减少碰它，我这个折叠的次数说实话有点多了，好久不做了，忘了怎么做了。现在我总结了一个欧包思路，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？我认为欧包就没有1发2发，它就是通过不断的折叠松弛，让面筋变强，直到最后它变大了就可以烤了。看我这个整个的过程，我都没有给它排气，就是一直在折叠，一边折叠它一边变大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可以给它放在一个容器里发酵。没有这个藤篮的话，你可以放在一个盆里。盆里也是铺上一块布，然后多撒点面粉，把它光滑的那面朝下放，接口处放在上边。可以先看一下它发酵之前的状态，基本上就是按下去它就马上回弹了，而且按下去基本上是没有坑的，这个坑就马上回弹了。发酵可以放在冰箱里冷藏12个小时左右，也可以室温发，我就是室温发的，大概是发了2个小时左右吧，具体还是要看状态。你看它变高了一点点，按下去以后它会有回弹，但是还能留下一个小坑，这样基本上就是发好了。这个时候你就是烤箱都应该预热好了。今天我选择放在砂锅里烤，因为砂锅比较便宜。有铸铁锅的话可以放在铸铁锅里烤，没有的话就放在石板上，然后喷蒸汽。反正用铸铁锅的话就不用喷蒸汽了。其实我有一个粉色的 LC 的铸铁锅，比较贵，1000多块钱买的，我不舍得给它放烤箱里烤面包，所以我就选择用便宜的砂锅来烤。砂锅烤也是可以的，不管你是用砂锅还是铸铁锅还是石板，反正预热之前你就要把它们放进烤箱里一起预热，一定要给它们预热的烫烫的了才能烤。放到烤箱里，先用230到250度烤25分钟，25分钟以后打开盖子，然后再烤个10到15分钟左右。烤完以后就给它取出来，放在晾架上晾凉。要把油脂揭掉，听这声儿特别的脆。判断它有没有熟透的方法有2种，一种是敲底部发出空洞的声音，这样就熟透了；还有一种就是你可以把那个探针温度计插到面包的中间，达到97度就熟透了。现在这个面包已经放了1晚上了，它皮已经没有那么脆了，不像刚出炉的时候特别脆了。现在切开看看它里边什么样子。
因为这个面包我没有包，就在屋里这么放了一夜，皮有点干。哇，好像还不错哎，好像有一点点发锅了。我感觉是稍微有一点点发锅了，而且我觉得可能就是最后我整形的时候，那个折叠的次数太多了，它没有太多的那种大气孔。切了一片，现在是还没有加热过的哦，看一下它的状态，真的里边非常的软。其实我还算满意，因为这个属于是我第2次做这种酸面包吧。好多年以前我做过一次，当时直接就失败掉了。沉淀了多年，然后再做，能做出这样的组织，其实我觉得还不错。再接再厉吧，争取做到完美。吃的时候一定要复烤一下，把面包切片放在烤盘上，给它喷点水，然后放到烤箱中层，上下火230度烤5分钟。烤箱我没有提前预热，就是把烤箱打开，它那个自动预热响了，我就放进去了。烤完啦，现在它外边是烤的焦焦的，但是里边还很软的感觉。让我吃一口。哇，我怎么感觉这个天然酵母做的面包比市售酵母做的那个欧包更脆啊？这个皮真的好脆好脆，听，咔嚓咔嚓，我想把皮都啃了，我好爱吃这个脆皮。太香了。这面包闻起来是有酸味的，但是它的那个酸吧，不是说是你发过那种特别让人讨厌刺鼻的那种酸味。这个酸味是，我想想啊，哦，想起来了，是那种自然发酵那种乳酸菌的酸味，特别好闻，就是不禁想让我多闻几口，特别喜欢这个酸味。然后它吃起来呢也是微微的酸，不是特别强烈的那种酸味，但是你就会觉得啊很香，然后有一很浓郁的那种风味儿，麦香味真的特别特别足，真的它就是完全突出了那个面粉的麦香味，还有它那个自然发酵那种，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了，反正就是特别好吃。这面包的保存很简单，等它凉了以后，你把它全部切片了，然后分装冷冻保存，吃几片热几片就行了。冷冻可以保存1个月，反正最好在半个月之内给它吃完吧。做多了的酵种放在冰箱里2天之内可以继续做面包。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还可以晾干，我试试晾干。就把这个酵种平铺在油纸上，给它铺的薄一点，表面再盖上一张油纸，就让它这样在屋里放着，让它自然风干。过了24小时，我这个酵母干了好多，我就把这些干的部分先取下来。这样看来，北方这种干燥的天气也是有好处的啊，东西干得快。像我洗我那个 T 恤吧，现在这种天气放在外边晾2个小时就干了，没干的部分就继续给它晾干，等到第2天它也干了。把干的部分给它掰得碎碎的，放到罐子里，然后放到冰箱里冷冻保存。具体它什么时候失效我也不知道，我要测试一下。然后这个干的酵母怎么用，那个酵头怎么蓄种，后边我也会拍视频跟大家分享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啦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要帮我点赞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